年了，终于等到你死的这一天了。等我帮薰逸集团把野狼集团收购成功，我就能得到几辈子也花不完的钱了。这么一场什么身体，多久都干不死。你已被系统选中。系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原本是一个猝死社畜，被系统赋予一次重生的机会，让你魂穿野狼娱乐集团掌门人苏婉宁的身上。这个苏婉宁只爱媚上男，把野狼集团内部搞得乌烟瘴气，硬把王炸的牌打得稀烂，还倒欠几十亿外债。野狼集团濒临被收购的厄运。原来是这么回事。上辈子被钱老板累死，这辈子让我当回女总裁，还给我一堆烂摊子，就不能给我一堆活好钱少又听话的牛马使唤使唤吗？跟我来吧。经检测，宿主有极强的掌控一切的意愿，现激活女王财富系统。女王财富系统听起来挺带感。只要集团下属任何一名员工对你的好感度增加1点，便可入账1亿元。要提升手下对我的好感度，那我不是成了舔狗老板了吗？每人好感度上限为100，也就是说，你的每名员工理论上都可以给你带来100亿资产。好感度达到100的员工将会对你永远忠诚。既然前世的我遇不到善待员工的神仙老板，那这个神仙我来当，我的员工我来宠。若所有员工的好感度全部归零，或野狼集团被收购，宿主将被抹杀。会有人对我好感度是0吗？晦气的玩意儿！先把你这个0开除了。小乖乖，你不再睡会儿了吗？仗着我对你的溺爱，把野狼集团都快掏空了，还拿毒酒害我，可恶渣男！其实苏董对小裴呵护到牙齿，这怎么下这么狠的手？董事长，快住手！不能再打了，要出事的。医生，小裴晚上还有重要演出，务必给我治好他的脸。他1个月都好不了，还晚上。原神眼光也太差了，守着身边颜值这么顶的 CEO 不吃，非吃臭渣男。就是这好感度怎么才1点？原神对你都做了什么呀？小裴，你到底干了什么，惹董事长生那么大的气？我爱慕苏董还来不及，怎么会惹他生气？他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品言，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他了。只要他能站起来，就让他滚蛋。这母老虎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他不是早被我迷惑了吗？不行啊！接下来的巡演，小裴不上台，我们又有几个亿的违约金要赔，野狼真会倒闭的。就是，你们可不敢放我走。几个亿是吗？今时不同往日，我现在可是有系统的人，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几个亿算啥呀？老娘有的是钱。董事长是不是失去理智了？哦不，他好久都没有理智了。裴千叶所有巡演取消，给粉丝退票，报销基酒，还有彻查这个狗渣男到底黑了我多少钱。我没听错吧？董事长要查裴千叶职务侵占的事，我可是跟他提过无数次都没用啊。他这是清醒过来了。你已到账10亿元，余额10亿。我做什么了？董事长，可咱们真的拿不出赞助商的违约金啊！啊，违约金是吧？你刚说几个亿对吧？10个亿？怎么会？他怎么还有这么多钱？品言，从现在开始，我要提拔集团真正有实力的男艺人，重振我野狼集团的雄风。不知道有多少被打压的人才正躲在角落阴呢。别怕，本小姐来救你们了。不用跪，不用跪。刚刚在集团里观察了一圈，居然所有人对我好感度都是0，
幸亏刚穿过来的时候，品言对我还有一点好感度，真是差一点就死翘翘了。不行，我得巴结好品言这棵救命稻草。言哥，你渴不渴呀？腿酸不酸？我给你捏捏。排练时间喝酒打牌，你们还想不想干了？还不过来见过董事长？我石申是除了裴千叶之外，野狼人气最高的爱豆。野狼要是不想倒闭，以后还得指着我呢吧？对我态度好点。就是，来申哥，点一根。喂，对我言哥说话客气点。他不过就是你的一条狗，跟他客气得着吗？你过来给我点烟，我心情好的话，可以考虑考虑排演新剧的事。开除了裴千叶，野狼集团不能再失去2番位食神了，不然集团就真垮了。看来董事长也不得不咽下这口气啊。你干什么？违反排练守则的，不管他是谁，曾经为野狼立过什么功，一律开除。你们现在都给我滚蛋！哼，老子早就想走了，有的是娱乐公司要高薪挖我呢。等野狼破产，我会第一时间回来看你笑话的。等下，有什么话好说，别冲动啊！言哥，在我的地盘，谁也别想欺负你。是个佛祖宗，他到底搞哪出啊？董事长，我能辞职吗？为什么？您把野狼所有拿得出手的艺人全都开除了，我实在没有信心再干下去了。不破不立嘛，你担心钱的问题？您打给我的那10个亿，恐怕是把老底都抵押光了换来的吧？账上还有几十亿的债呢，这钱不能这么花。看给你操心的，我都心疼了。对了，你不是说带我见个业务能力很强的人吗？叫什么来着？叶星兰，这小子话少，性子也倔，所以您不喜欢他，就把他定为 F 级练习生扔这地下室了。可他真的很优秀。因为不上赶着献殷勤，就被我冷落了。原神，你都干点什么事儿啊？这不比那个叫裴什么的香吗？他果然就是想换换口味，和当年提拔裴千叶的套路一样，真是无可救药了。不是，燕哥，我干什么了？我改还不行吗？你怎么突然对我失望了呢？您在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干啊！真不愧是野狼集团的女王，连我闪过的一丝念头都能看穿。虽然不靠谱了那么多年，但要真是能强者归来，还是有太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了。你已到账10亿元。我靠，掉回去的好感度再涨回来也能挣钱啊！那以后缺钱我就多卡几回严哥的 bug 不就行了？有人来了。他跳得真好。我只是来跳舞的，不做别的。原神口碑这块儿，听郭总说你是难得一见的天赋型舞者。如果我是，为什么会被定为 F 级呢？应该是远远不够好吧。好心疼，他竟然觉得遭遇的一切是因为自己不够好。现在集团正是用人之际，我破格提升你为 A 级艺人，怎么样？什么 A 级？
这 F 级排练室也太破了，给我把集团所有排练室都装修成 A 级规格的。排练室装修的事先放一边，您刚才说要把叶星兰升级为 A 级艺人是开玩笑的吧？我能当着人家面开这种玩笑吗？在野狼至少要演够500场大秀的舞者才能升到 C 级出道，您直接就给他 A。500 场，业务能力好不好一眼不就看出来了，还用得着500场？哪个神经病定的狗屁规矩？您啊！严哥，虽然你拿捏着我的小命，但也不用叫那么大声吧？对不起，我激动了。董事长说我拿捏着他的命是什么意思？哦，他是要把复兴野狼的重担交给我啊！多年前被重用的感觉又回来了。已到账5亿元。越不给他好脸，他对我的好感度越高。回头缺钱了我就虐他。对不起，董事长，我不能接受这样成为 A 级艺人。你别误会，我不是要不是要故意收买你，我只是相信品言的眼光，相信你可以成为值得力捧的明日之星。那就给我一个和其他人 battle 的机会，我要凭实力拿 A。之前给裴千叶准备的巡演舞台留着，我要给集团剩下的艺人们一次大秀的机会。现在集团只剩下一些D级以下的练习生，用不着 A 级舞台这么大阵仗吧？这有点太浪费预算了。已汇款15亿，够用了吧？董事长，你又把什么给抵押了？我不能同意。我要做什么事，要经过你同意了吗？我这就去办。哎，你不是喜欢挨虐吗？怎么骂你不长好感度呢？真是奇怪的。苏婉宁没死成，还把我和团里的 A、B、C 级舞者都开除了一个遍，看来是要彻底推倒重建。林总，我尽力了。查清楚他取消你巡演的违约金是哪来的了吗？肯定不是公司的进项，因为我已经把野狼所有赚钱的业务都偷偷对接给林总您了。听说他要力捧一个 F 级舞者，那小子确实有实力，不过林总放心，野狼团里还有我的人，我会让这场选拔赛变得精彩纷呈的。野狼大秀便宜出了。野狼不要？野狼大秀看吧，5块钱就出了。看看这上座率，唉，今天这场秀应该是野狼时代宣告终结的谢幕演出了吧？赵总，今天这场大秀如果爆了，您投资5个亿那件事，咱们是不是就能签合同了？你看看来的观众稀稀拉拉的，爆，我看你们爆雷还差不多。谁都有低谷的时候嘛，还是要相信我们野狼这块金字招牌的底蕴的。我就问你，他苏婉宁怎么不来接待我？好歹我也是潜在投资人吧。董事长亲自在后台督战呢，也是为了呈现最精彩的舞台嘛。哼，就冲你们这态度，还想让我掏钱？扯淡！切，就这 F 级废物，还不如捧我呢。人家业务能力 F 级，别的方面可能是 SS 级呢。闭上你们的臭嘴！那些动作对你来说不是轻而易举吗？心里在胡思乱想些什么？我想在舞台上完美证明自己，我不想听到那些闲话了。可今天不知怎么了，身体不受控制的发僵，越想做好，身体就越僵硬。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记住，你要是想当一匹凶狠的野狼，眼里只能专注于猎物，要屏蔽其他任何声音，抓住猎物的机会可不是一直都有的。哎呀，放心跳吧，有我在，天塌不下来。灯光就位，舞台一起，接下来登场的少年们将用实力点燃全场。唉，跳得最好的D级练习生也就是个龙套水平，真是一场无聊的秀。下面我们有请今天 battle 大秀的最后一位练习生闪亮登场，叶星兰。太尴尬了，我都有点想走了。别走啊，看看他到底能社死到什么程度。叶星兰，你是最棒的，给我冲！
到账20亿，余额20亿。赵总，爆了！这下你放心了吧？这个叶青兰的热度能不能持久，还得再观察观察。这位是？这大秀都要看完了，你才过来跟我说第一句话，居然还问我是谁？你们是不是有点太不拿我当回事了？赵总见谅，今天大秀确实太重要了，我们董事长也是一直在忙前忙后，所以这不一直让我作陪。你作陪？你算根葱啊！你再满嘴喷粪一个试试，道歉！你敢跟我这么说话？董事长你别急，我跟赵总再好好聊聊。聊什么聊？他今天就是跪下求我，我也不会出1分钱。等会儿，你出钱，他出什么钱？咱们不是要找赵总投资入股吗？我找这个老登投资？董事长，你别再说了，咱真的很需要这笔钱。我这就找人让你们上热搜。好家伙，连金主都敢骂，反了天了！咱们不是要推他们强牛饮料广告订单吗？咱们不是甲方吗？啊，咱们哪有预算打广告啊？你可真敢吹牛！没个10亿8亿的，你看谁敢找我们强牛饮料打广告？20亿交易完成。你花20亿买了我们的股票？老登，我刚刚是不是说过，别在我面前满嘴喷粪？可你们野狼不是很缺钱吗？是缺钱，但真不缺你那俩钱儿。我们不是让你投资，是给你活干。啥活？把你们旗下所有的饮料瓶身都给我印上我家叶星兰，我要让新一店的大街小巷都有我家叶星兰的帅照。事成之后，我给你双倍广告费。双倍广告费啊，好说好说。哎呀，这误会整的，您大人大量。听明白了就快去干活吧。我这就去联系工厂改包装。等会儿回来。苏董还有什么吩咐？给郭总道歉了吗？郭总，您看我这臭嘴，我算哪根葱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了。滚吧！哼，谁敢再拿钱来威胁老娘，我就去他喵的！他肯定是把之前集团欠的那几10亿外债据为己有了，现在集团遇着难处了，他又不得不把钱拿出来用，应该是这么回事。不是，我替你出头，你减我好感度。我是真好奇你到底在脑补什么啊，我亲爱的严哥。你不是说精彩纷呈吗？不带引号的啊！林总，别急嘛，想让他摔得惨，就得把他捧得高。董事长，小叶这回是彻底出圈了。之前和咱们终止合作的赞助商和平台又来联系我，想要赞助接下来的决赛大秀直播了。既然有人来送钱，当然要了。不过对方还是有一些小条件的，就是希望小叶舞蹈走位时候，能在他们的广告牌停留时间稍微长那么一点点，还有让小叶配合拍摄一些宣传片。放心吧，郭总，我全力配合赞助商的要求。你们一唱一和就把事儿定了？赞助商打算给我们小叶多少代言费？我简单算了一下，少说能有3个亿。把所有赞助商的合作邀约都推了吧。董事长，我不理解，为什么？董事长，我知道公司困难，这钱我1分不要，帮公司渡过难关吧。你忘了我说的话吗？想当野狼，就得眼里只有猎物。你的猎物是什么？我的猎物是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舞者，没有之一。这就对了，不要让那些试图在你身上赚钱的人左右你的才华。品言，我会再给公司账上打10亿，其中5亿作为星兰的奖金，5亿给他成立个人舞蹈工作室。董事长，还是想问，您这钱到底哪儿来的？我用着怎么那么虚呢？我保证是干干净净的钱，放心用吧。对了，等过段时间，我一口气把集团的负债都筹集好，以后咱们就轻装上阵。这老娘就是资本的感觉，腰板就是硬啊！已到账20亿，余额10亿，花不完，根本花不完呀！
接下来应该是本世纪最受人瞩目的一刻，那就是我们的叶星兰 C 位出道的这一天。有请叶星兰为我们带来决赛舞蹈大秀。一定要确保叶星兰摔成残废。那得把舞台架子上的螺丝多拧他几个。钱不是问题，要把事办漂亮了。是，野狼集团刚刚有点起色，这下又失去叶星兰，肯定是很难翻身了。趁热打铁，不是让他很难翻身，而是彻底翻不了身。我懂。如果1年不能上台，基本上就可以宣告叶星兰开始的星途就此结束了。而且按照行业惯例，他只能拿到最低的生活保障。如果再落个残疾，这辈子基本就废了。对不起，董事长，是我搞砸了，我这就提交离职申请，不让公司再为我多花1分钱了。按照现有公司规定，叶星兰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公司除了负担医药费外，在小叶养伤期间，会按照法定最低标准为小叶发放工资。小叶为公司付出这么多，居然只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这也是您规定的。难怪大家对我的好感度都是0，以前我就没干过人事儿。我建议先暂停发放小叶的奖金，还有工作室的事也暂缓，然后拿出一部分钱给小叶找最顶级的医疗团队，帮助他恢复伤病。不用了，郭总，我这伤就算恢复了，还能有几成功力都不好说，在我身上花那么多钱不值。都忘了我的话吗？在你还没抓到猎物之前，谁允许你放弃了？啊？星兰的奖金照发，工作室继续组织成立。可小叶她现在……小叶现在怎么了？这不是挺好的吗？就按我说的办。苏董这么好的老板，竟然被我遇到了。你到账20亿。对了，品言，再给我准备一场新闻发布会，我要向全世界宣布一件重大决定。你说他苏婉宁还有什么办法能扭转野狼集团的败局啊？想不出，除非再挖出一个叶星兰这样的超级潜力股。据我现人可靠消息，野狼内部剩下的练习生都是废铜烂铁了。大家都看到了，我野狼集团准备力捧的超级新星叶星兰，由于舞台事故出现意外伤情，预计将休养至少1年的时间。1年太久了，基本上复出也过期了。我打赌，他肯定是想求咱们记者在这1年时间里
持续跟进报道叶星兰的情况，维持热度。那咱们可得好好敲他野狼集团一笔，钱不到位，保温工作可不好开展哟。在叶星兰养伤期间，将谢绝一切采访活动，希望各位记者朋友能给予谅解，为小叶营造安心的休养环境。什么？真不愧是野狼女王，这就翻脸，把叶星兰放弃了呀。另外，我宣布，野狼集团将拿出10个亿的资金，成立员工福利保障基金。董事长，谨言慎行啊！咱们还欠着几十亿呢，这让债主听见了，回头咱集团的门槛都得被踏破了。凡是我野狼集团员工因工伤或生病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工作义务的，在养伤生病期间将得到双倍原工资待遇，带薪休假。董事长这么说肯定是为了公关罢了，这基金的钱能不能用在咱们身上，听听就算了。董事长，我建议取消发布会吧，回去从长计议。不对啊，生病受伤才能享受的福利，算什么福利？还有，野狼所有员工的婚丧嫁娶这些人生大事，集团全部承包了。什么？我正为办婚礼的钱发愁呢。董事长，我要结婚了，还来得及申请这项福利吗？明天你就可以申请拿钱了。不过丑话说前面哦，谁要是1年给我结8次婚，直接滚蛋走人。老娘不养渣男，我苏婉宁最讨厌的就是渣男。咱们集团有上千号员工，工资支出巨大。我本来还想和你商量裁员的事儿，这怎么还发上钱了？我乐意，你管得着吗？我没别的意思啊，董事长，就是怕现金流崩了。对了，品言，你个人就没什么人生大事需要操办操办吗？我给你额外包个巨大的红包。我一心只为工作，别无他想。癞蛤蟆就不应该奢望天鹅肉的。您女儿又不是集团的人，她结婚凭什么集团拿钱？我就是想申请一下试试。这不是胡闹吗？赵叔叔，如果是您女儿结婚，就不要打报告了吗？现在年轻人谈对象开销太大，我们也不想让闺女嫁得太委屈。理解，您疼女儿，我能理解，可这真的不合规定。楠楠，工作别太辛苦，吃饭别心疼钱啊。叔叔，您的钱我批了，我个人再送您套婚房如何？啊！董事长，我知道错了，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我闺女结婚和咱集团没关系，我不该来要钱。叔叔，我是认真的，您的家人也是我的家人。品言，拿钱。回头您看好了房子就告诉品言，让他去交钱。苏小姐，您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不是，叔叔您别这样，您别。叔叔，我头疼，快起来吧。已到账60亿，余额80亿，几百万换了60亿，我怎么那么愧疚呢？看看人家，再看看你，让你长点好感度，这叫一个费劲。我又犯老毛病了。董事长此番必有深意，我还是别多嘴了。已到账10亿元，已到账15亿，已到账5亿，已到账1亿，余额500亿。这还搞什么事业呀？我就把这些员工伺候舒服了，没事就发个钱，我的万亿商业帝国不是指日可待了吗？董事长，基金账户里的钱可快发完了。品言，
你刚说咱们集团有多少人来着？1037人。这样，给每人发放一套价值500万的房子，就找新开盘的小区，直接给他包圆了。一到账5亿，看看，收买人心就是有用啊！我那个前老板跟个蠢猪一样，这辈子都不可能懂这个道理，只会把人逼死。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今天人来的真齐啊，有失远迎，各位老总海涵。我们再不来，你们野狼集团欠我们的钱，怕是要不回来了吧？哼，他们发钱，怕不是要把钱都洗出去跑路吧？幸亏我消息灵通，赶紧带你们来要钱，不然全打水漂了。不会跑路的，我们野狼集团在行业内的地位在那儿摆着呢，还是很有商誉的。有个屁商誉！有钱给饮料贴照片，有钱给员工娶媳妇，就是没钱还我们是吧？今天要是不连本带利还我们，我们有9种办法让那个生不如死。收回你刚刚对我们董事长的不敬。欠钱的是豪横啊！我叫他吃，你吃什么心呢？你也是他。董事长，您怎么来了？您不是说今天想休息一天吗？你果然有事瞒我，回头再跟你算账。好啊，你居然敢打人，我这就报警，让你把牢底坐穿。我记得你孙老板立的可是尊重女性的人设，刚刚一口一个不知道我录下的视频如果公开出去，你们的公关坐不坐得住啊？少说废话，还钱！明天才是还钱的最后期限，你们急什么？你最近种种行为极其可疑，不得不防。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带着铺盖券来的，等到晚上12点盯着你给我们转账。随意，本来我还想给你们一个发大财的机会呢。如果你们把债转股投到我们野狼集团，我保证你们10倍收益。听着臭娘们儿，这女人胡咧咧的，她就是缓兵之计。可千万别上当啊！不转，就要你连本带利还钱。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确定没有人要是吧？我要。这人是新一店咖位最大的电影导演。我还欠导演的钱。有一回您喝多了。喂，你板个脸给谁看呢？我是来和您谈电影投资的，不投的话我就走了。给我跳支舞，我投你5亿。咱们投了江岛5000万项目启动资金，可需要第2笔款的时候，当时咱们拿不出，江岛的戏就搁置了。听说他自掏腰包给工作人员付劳务，垫了不少钱，把家底都掏空了。他拍戏水平怎么样？人傲了点儿，但能力没得说，未来必成顶级大导。为什么你相信我能给你10倍收益？苏董刚刚说我保证你们10倍收益这句台词的时候，语气镇定自信，轻描淡写，说明心理依据很足。我认识的苏董不是个演技多好的女人，所以我信你说的是真的。这俩人还演上戏了，别演了，我们就是不信，快点还钱！他真的有钱还啊！转账50亿。
苏董肯定是投了别的什么项目翻身了吧？苏董，你背着我们做什么买卖了？继续跟着你投行不行？就是，都是那么多年的合作伙伴了。你遭难时候我们借钱给你，现在有钱赚了，不能落下我们啊！我刚刚给你们机会的时候，你们不中用啊。机会，它只留给有准备的人，你们还得练呢。不送。现在你有50亿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如果苏董不嫌弃，就把我江辰烈电影工作室签约到野狼集团名下吧。早有准备啊！这搞艺术的脑回路就是亲戚，对我99的好感度，但就是留一点，要保证自由呗。然后我会把50亿全部投入到我非常想拍的一部电影项目里。50亿制作成本，那应该是新一店有史以来最大投资的电影项目了吧？要做就做最好，是我一贯的行事风格。还有，我也丝毫不避讳，跟着我干的兄弟姐妹们，因为之前那个项目停摆，也受了不少委屈，我得补偿他们。你还挺有情有义的嘛。没什么事，我就去筹备新电影的事了。苏董，我刚刚在门外听到了，您把江辰烈的工作室签了，有什么问题吗？之前您只愿意做爱豆练习生，做粉丝经济，从不涉猎其他娱乐行业。投资江辰烈也是因为意外。今天这是准备正式进军电影业了？不光是电影，只要是能够取悦粉丝的人类高质量男性，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我全都要收入囊中。我要做真正的娱乐女王。上一世我做梦都想躺平摸鱼、追剧、看演唱会，这一世我自己花钱吃好的。大小姐，你说苏婉宁把你们的钱全都还给你们了，还给那个导演打了50亿，他还说要给所有员工买下整个楼盘当福利房呢，少说也得400-500亿。他的钱一定来路不正，一查一个准。我对野狼的情况比较熟悉，这件事交给我去办吧。别给他活的机会。全屋精装，家电齐全，真正的拎包入住。谁家卧室是2张单人床？您看到的这套房子是个双人间。双人间？一下拿出几百亿买楼，几百亿呀！这个支出实在是太大了。我想着应该循序渐进，比如入职时间短一些的单身员工可以2个人住一间，这样能省出一套房吗？那郭总作为入职时间最长的单身员工，你给自己准备分套什么样的房子？董事长，我一直都是在办公室搭帐篷的。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相信我是真的有钱？我真能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啊！我当然信你有能力赚到钱，但我也看到过你因为花钱大手大脚，把自己逼到绝境的样子。身边有这么一个操碎心的暖男，真不知道原生是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的。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这次就依我吧，以后我一定和你商量。你是苏婉宁女士吧？我们是财税管理局的，有人举报你有大量来历不明的收入，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苏董事长，你涉嫌同学漏税是真的吗？你是在境外有非法生意是真的吗？转入大量黑钱来从事洗你的钱是不是都沾有人命案啊？是你向财税局举报的？你赚黑钱还花得那么高调，你这个毒瘤必须有人来铲除。裴千叶，董事长那些年对你那么好，现在居然还有脸来反咬一口！记者朋友们，我裴千叶不怕打击报复，今天就是要实名举报苏婉宁从事不法活动赚黑钱，我要亲眼看到他受到法律的严惩。我就说他花钱那么好省，事出反常必有妖吧？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查了，品言，这回剧情没有反转了吧？
差不多1个月前，你还有几十亿的欠款，为何你的账户突然涌入大量不明资金？怎么是不明资金呢？都是正道来的。系统，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可别坑我啊！别含糊，从哪儿来的？反正就是赚的呗。你的涉案金额有几百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系统，这个时候装死什么意思吗？如果查实你用的是黑钱，你下半辈子就要在监狱度过了。正在对宿主的资金来源进行合法化处理。靠！你不把钱处理好了再给我用啊！稍安勿躁，系统已处理完成10%。将军，有您的1号密电。是我，明白，我这就去处理。那人是财税管理局杨局长，我要是能和他说上话，兴许董事长有救。杨局长，你要是想运作苏婉宁的案子，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他的事儿大，谁来说情也不好使。耗下去没有意义的，早点交代，早点解脱。筒子，你好了没啊？处理进度50%。加快速度。是。我们董事长肯定是被哪个渣男摆了一道。杨局，我可以把这年我们董事长的人际关系做个梳理，这里面一定有陷害我们董事长的真正黑手。行了行了，你说的和我们没关系。我们的财税风控系统说他有问题，他就是有问题。可是你不说是吧？行，反正我们搜集的证据链是完整的，直接把你移交检察厅，照样定你的罪。一旦到了检察厅，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了。系统，你再不好，我真要被你坑死了。纳税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他违法犯罪受到制裁也是天经地义的。这些事都是我干的，和我们董事长没关系，你们抓我吧！保安，保安，把这人轰出去！董事长，严哥，恭喜宿主，系统已完成资金处理。辛苦了，徐部长，快进去吧。黄将军，徐部长，这俩蝴蝶怎么跑我这儿来了？黄将军，放开他！大约在80年前，苏董事长的太爷爷为支持国家基础教育普及、乡村建设和公共设施完善，毅然捐出全部家产。当时国家正处于民生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苏家的这份付出，帮国家度过了发展初期的困境，让更多百姓能享受到基础服务，也为后来的国家稳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老先生又将国家给予他的表彰奖金全部捐给了退役军侦安置、孤寡老人帮扶等公益事业，一辈子都在默默为百姓做事，为国家分忧。可以说，苏家的每一代都是心怀家国、低调奉献的典范。没有苏家当年的挺身而出，就没有我们今天安定富足的生活。啊，苏董竟然有如此显赫的家世，确实闻所未闻。请宿主调整角色状态，给予恰如其分的回答。你这搞得也太突然了吧，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没想到我的家世会因为这样一个误会给抖落出来。我太爷爷低调，一直教育我们说，急国家之所需是理所应当的，不能自恃劳苦功高就觉得高人一等。我钱市长在红旗下的觉悟还是有的。后来国家为了表彰苏家的巨大贡献，便将全国民生服务基础建设相关的合理收益按一定比例给予苏家永久表彰分红。这不是特权，是国家和百姓对苏家付出的认可。不过苏家为了低调处理此事，这些年始终把这些钱通过各种公益渠道捐回给了社会。现在苏董事长因为生意上遇到难处，暂时动用了这笔本就该属于苏家的分红，那也是天经地义。结果你们财税局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抓了，你们这不是含爱国奉献者的心吗？系统，你编的故事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系统规则不变，宿主仍然需要提升员工好感度来获取奖励。系统只是给这些奖励的来源设计了合理出处。可是我还获得了黄将军和徐部长的人脉啊，他们总不会今天帮我解围，明天就把我忘了吧？这是系统给予宿主获得1000点好感值的额外奖励啦。不过人脉奖励还需宿主谨慎使用。对不起，苏董事长，我不知内情，还请见谅。是我给太爷爷丢脸了，等我厘清工作，会加倍投身慈善事业来回馈国家的。对了，之前我们苏家拿到分红都做了慈善事业，现在我要自用，还请杨局长算清楚我该纳税的税款数目，我一定全数缴净。苏董事长若能缴净税款，那就是我们幻梦区排名前10的纳税大户了。我早晚会是全国纳税第1人。对了，外面还有很多记者在等着，可我不想把家里的事传出去。我来处理。是我。苏婉宁已经进去3个小时了，我估计很快杨局长就会出来和记者通报案情。这次事情再办砸了，你就从我眼前消失吧。现在是要将苏婉宁移交律法机关吗？他会被判多少年？涉案金额具体是多少？到底是谁给苏董事长造的谣？这杨局长的意思是苏婉宁没事儿。苏董事长的收入合法合规，并且按规定全额缴纳了相关税款，现在是我们幻梦区排名前10的纳税大户。这怎么可能？1个月前他还负债几10亿，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搞到几百亿的钱来花？你是在质疑我们财税局的管控系统吗？这不符合常理，他一定是拿钱把这事摆平了。你再敢胡说一个试试！苏婉宁肯定是用了见不得光的手段搞的钱，你们必须好好查他。杨局长，这是我仔细调查裴千叶在野狼集团任期间所有经济犯罪的证据材料。来人！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林总救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你等着！你先把牢底坐穿再说吧。苏董事长，这次我们来见你，除了帮你澄清分红的事，还有件事需要你能为国家分忧。您说，我定尽全力。海外有个黑藤资本，近些年一直在悄悄渗透新一店的娱乐文化产业，他们通过收购公司、操控流量、抹黑本土文化来实现价值观入侵。他们计划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搞垮野狼集团。原来苏家还有守家护国的传承，我肩上的担子还挺大呢。幸好苏老太爷为你留下这笔宝贵的遗产，祝你度过了难关。当然，如果之后你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找我们。恭喜宿主激活新的主线任务，守护本土文化生态，阻击黑藤资本的渗透入侵。任务要求：1. 阻止黑藤资本在境内的代理人势力垄断行业；2. 建立真实、尊重的行业新风气；3. 用本土文化内容传递城邦文化密码。代理人林薇薇，星艺集团总裁，靠海外资本撑腰，做成了咱们新一店的头部娱乐文化公司。他行事狠辣，
最擅长流量造假，压榨创作者，人脉广但无底线。我想徐部长他们说的黑藤资本买手套，就是这个林薇薇。哼，就是说我要干什么事，他都会捣乱的，对吧？不仅如此，林薇薇还在大肆购买我们的各种娱乐文化 IP、优质个人 IP， 还控股了大量电影院线、主题乐园等等等等。太猖狂了吧！就这么纵容他这么买吗？他背后可是有巨大的财团支持的，少说有上万亿的资本依靠。上万亿？那咱们新一店所有本土娱乐公司的大佬得联合起来啊！唉，大家都忙着互卷呢，怎么可能会联手？还以为我现在有个700-800亿就可以平摊这个世界了，没想到我离成为真正的女王还差将近1万亿的缺口。没人联手，那就老娘自己干。董事长，那可是万亿资本啊！您要面对的可能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文化入侵也是侵略，我作为新一店的一份子，就有抵抗的责任。我决定，我要对林薇和他背后的人全面开战。我知道了，董事长，江岛剧组那边出了点问题。江导，这几场戏的情绪太压抑了，不符合我国民老公的人设，改改吧。顾老师，这个角色的核心是破碎后的觉醒，压抑是必要的铺垫，改了就没灵魂了。灵魂能当饭吃？我的粉丝要看的是我帅，是我发光，不是看我苦大仇深。要么改剧本，要么我去罢演。就是，敬明哥现在是资本追着头的宠儿，多少剧组抢着要。江导，你还是掂量掂量，耽误了拍摄进度，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顾景明，你别太过分了！景明哥息怒，江导也是为了作品好，少来这套，我没时间跟你们磨叽，给个准话，改不改？江导，这戏还能拍吗？不能拍就换能拍的人。就是，导演要是能力不行，就换大咖导演，这才配得上我的咖位。你没事吧？我说的是换你。换我？我没听错吧？你演得跟木头似的，眼神空洞，台词念得像背书，真不知道什么样的恶臭资本愿意捧你，什么样的脑残粉丝愿意粉你。你别太过分，我可是票房保证，你把我换了，看谁还敢来接这个角色。所有他拍过的戏份全部重拍，费用我出。品言通知财务，给顾老师结完片酬，送他走。进度已经过半，花了20多亿了。这时候要是换男主角，损失惨重。演员是我挑的，当初也确实有票房的考虑，这个责任我来承担。不就20多亿吗？品言，再给剧组注资30亿。是。我要买的是我野狼的作品质量，买我导演的创作自由。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找到什么好演员。剧组先停工，原地待命，工资照发。咱们回去商量男主角的人选。董事长，我筛了所有一线男演员，要么档期冲突，要么气质不符，要么就是不敢接这种有深度但不讨喜的角色。这个角色确实有挑战性，又要演出破碎感，又要藏着觉醒的锋芒，不是普通流量明星能驾驭的。有个人也许可行，陆成宇。陆成宇就是那个曾经的国民影帝，后来突然销声匿迹的陆成宇。他演技绝对顶尖，气质也贴合角色，但他这几年是息影状态，不接综艺，不做广告，几乎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我以为他隐退了，当初就没考虑过他。不接综艺，不做广告，演技顶尖，充满神秘感，这不才是我们需要的宝藏演员吗？可是这个角色充满争议，形象也不讨好，我担心他会拒绝。我相信他会接受的。品言，给我联络一下陆老师，我带江导过去一趟。江导，只要你说清楚这个角色的价值，我相信真正的好演员一定不会拒绝的。我已经很多年不接戏了，不想被名利打扰，除非有我绝对喜欢的角色，否则我是不会付出的。陆老师，我知道这个请求很冒昧哦，但我必须坦诚，这个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男主，他有执念，有缺陷，甚至有争议，可能会打破你在观众心中的固有形象。请继续。我不要你演完美影帝，我要你演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绝大多数资本都只想让演员演一个圣人般的角色，却没有活人感。这么多年来，你还是第一个和我谈角色缺陷的导演。接演这个角色还有个风险，那就是观众有可能会把您本人和角色混淆一辈子。
我被导演描述的角色打动了，这戏我接了。感谢你愿意相信我们，所有拍摄安排都听你的，绝不打扰你的私人生活。我只是被你们的创作诚意打动了，这是当下社会非常缺少的。江导、苏董，期待和你们一起创作。重拍的钱我已经让财务准备好了，你只管放手去拍，不用考虑成本。苏董，对不起，我一开始确实被票房压力影响了创作的纯粹，某种程度上向流量低头了。只要真诚对待观众，就算你做一部动画片，不请流量明星，票房都会爆到150多亿。苏董，我对你是真心佩服，以后我全听你的。我不要你听我的，我要你听从自己的内心，因为最好的导演值得最好的一切。大老板们为什么突然来电？二位老板，这么晚了，不知有何吩咐？野狼集团拍了一部电影，竟然请动了息影多年的老牌影帝陆成宇，这事儿你知道吗？陆成宇，这怎么可能？现在网友对这部电影的期待值太高了，我不喜欢。请二位老板放心，这部电影上线之后，我不会让它激起任何水花的，它一定会以最尴尬的方式下架。别让我们失望。苏婉宁，我不会让你野狼集团死灰复燃的。3、2、1。你没事吧？我都说了要严格按照我给你制定的康复计划进行，你怎么就是不听？计划太漫长了，每拖一天，苏董在我身上就要烧掉几10万的钱，不做点什么，我难受。苏董，对不起，我太着急了。对不起的是我，最近一直忙着电影上线的事，很少有时间过来看你。我好像真的是因为见苏董的面越来越少，情绪就一天比一天差了。今天是江晨烈导演新片《未来启示录》的首映礼，我是来约你一起去看放松一下的，你有兴趣吗？好啊，好啊。人都哪儿去了？我们邀请的观影媒体还有嘉宾都不约而同说因故不来了。又是林薇薇搞的鬼，无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电影上映了，观众的好口碑自然就会发酵起来。可是院线联盟在看片会过后决定，只给《未来启示录》5%的排片，而且大部分还都是午夜场或者凌晨场。他们不认可影片质量，完全就是扯淡。看片会只放了个开头就下结论了，这分明就是故意刁难。给我联系院线联盟的负责人，我要会会他。你要是为了未来启示录的排片来的，就请回吧。这是联盟做出的决定，我改不了。我不是为排片来的。那你这是？我是来骂你的，你是个畜生！你笨的硫磺汤，你大脑不要可以给我吗？董事长，咱们不是来谈判的吗？怎么骂起来了？谁要和他谈，他就只配挨骂。看你曾经也算是娱乐大佬，才和你见面，你居然敢骂我！你的电影就等着血赔到底吧！你柠檬头、老鼠眼、鹰钩鼻、八字眉、招风耳、大反嘴、黄板牙、鸡脖子、高低膀、长短小手、大小手、心胸、狗肚、饭桶腰。我要是你，早就自杀了。一个字，绝！个疯女人，来人！董事长，咱把院线联盟得罪了，那电影在哪儿放啊？我给你500亿，给我创建一个流媒体平台。我要的效果是把所有被院线联盟欺负的电影版权全部高价买过来，在咱们的平台上映。我懂了，那咱们会员费一年定价多少钱合适？所有人免费注册，免费观看全部资源。那就是靠广告收入。不要广告，我看视频最讨厌的就是广告了。
不要广告，不收会费。那我们这个网站靠什么挣钱维持运营呢？不光不收费，不打广告，会员在线观看时长越长，我还要发钱给他们呢。什么？董事长，我真的是不懂了。你只要让会员注册时同时签署一份兼职协议，让每一个会员都成为我的员工就好。明白。在苏婉宁身上赚了一大笔，到我这装低调。林董，您说苏婉清一定会找我花大价钱要排片，可她没有啊。别骗我，我的人都看到苏婉宁去院线联盟找你了。她是来找我不假，可她见到我就开骂呀，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她就走了。你说他去找你就是为了骂你一顿？我办公室还有监控呢，你要看吗？我知道了，他是想走线上，不过现在主流视频平台我都是股东，他绝没有可乘之机。我听说他想自己搞个网站。哼，想得美！我手里有新地界90%以上的视频会员用户，他有什么优势能把用户都拉到他那里去？笑什么？出门捡钱了？您怎么知道？不，我是来向您汇报，野狼集团刚刚推出了视频平台网站，叫看转转，现在用户数据激增。什么？奇怪，他这网站没广告，也不需要会员费，而且他买的电影版权全是我这淘汰不要的。这么烂的内容，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看？林董，很多被淘汰的电影其实质量非常非常好啊，是您让我不给排片的。这是什么？看够一定时长，还会发放现金奖励，还能赚钱。我刚才挂了1小时，真的到账了好几十块呢。给我雇水军，把这破网站给我冲垮了！突然，一股大量的僵尸用户涌进了咱们的网站，把服务器冲垮了。花钱能解决吗？倒是能，扩容就行。可是扩呀，能扩多大扩多大。那样的话，1年的维护成本就需要上百亿啊！唉，先给我扩10年的再说。1000亿就拿来扩容吗？对了，按照您的指示，看转转新注册的用户同时会签署一份兼职制协议，不知道您这是何用意？既然是兼职，当然是要发钱给他们啊。发钱？别搞那种看几个小时就给块8毛的，1小时怎么也给个几十块才行。这么多？我懂了，您是要烧一波钱拉升用户量？不是烧一波，是一直烧。一直？苏婉宁是个良心企业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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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婉宁一刀招40亿，一刀招15亿，账户余额2000亿。花钱的事你不懂，还有什么事要汇报吗？现在看转转，除了被院线联盟否决的电影外，内容量实在是少得可怜。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大量 IP， 尤其是个人创作者 IP， 都在林薇薇控股的那几个主流视频平台手里。买，给我以林薇薇出价的双倍，跟他抢 IP。我已经在做相关的投资了。对了，苏董，您看一下这个人。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这人怎么了？他叫沈清慈，是当下网上现象级爆火的国风文化型人格 IP。他的直播会将知识性、情怀与真诚互动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内容驱动模式。宇宙星辰终将消散，人类也将不复存在。好消息是，这一切还很远，非常非常远。你有足够多的时间去爱一个人，带他穿过人间烟火，去看潮起潮落。不过他暂时还没有签约任何一家经纪公司。如果我们能得到沈清慈，将会极大提升看转转网站的知名度和用户量，会迅速打开局面。不过我们面临的竞争压力也是十分巨大的。这个人的风格有点像某东方的老师啊。这个人对新一店文化推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他落到林薇薇手里，80%是要被废掉的。是，可是这人脾气有点怪，不太好拿下。放着我来啊！问道八卦山，养生须灵泉，身临其境，你便能感受到关于侠义这个词最精华、最刚敏、最细腻又最悠长的诠释。那正是我们新一店需要世世代代传承的文化内涵。没想到沈清慈本人比视频里还要帅20倍。
是林微微。你好啊，苏董，想到在这里碰面了。不跟你握手吧，显得我一个千亿大佬没格局；可握手吧，我又恶心。老女人还跟我抖上机灵了。看来苏董也想牵沈清词啊。对啊，你不是也想？看来今天我们免不了有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呢。不，我不认为我们的竞争会很激烈，胜利的天平应该会无悬念倒向我的。苏董真是财大气粗，不过我今天也是志在必得，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任何代价？那你去死好了。你二位老总，有失远迎，请见谅。慈哥让我请你们到他的书房一叙。这姐怕不是有什么毛病吧？书都被翻旧了，证明他不是丽人社，是真的韦编三绝，目不窥园，果然和董老师风格极其相似。一直有耳闻苏董是个博爱的人，还真是见一个爱一个呢。女孩子还礼是右手赋于左手之上，苏董好细节。幸亏我刷古装剧比较多，这些礼数细节信手拈来。二位贵宾今天同时光临寒舍，我真是受宠若惊。你们都是日理万机的大老板，有什么想和我聊的，不妨开门见山吧。我们星艺集团想与沈老师签约，我们野狼也是这个诉求。二位分别能开出什么条件？我可以给你，这种涉及商业机密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分别来谈会比较好吧。好，那你们先聊，我一会儿再来。这时候你倒是谦让上了，真会算计。你不就是想让我先把底牌亮出来，你再加码吗？当我傻啊？我要是先聊，你可就没机会了。真能吹，那就我先，你可以滚了。看看这素质，沈老师该选谁合作，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吧？请吧，林董。我想先问苏董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要签我？为了给看转转网站拉新，为了保护像你这种优质个人 IP 不被境外资本控制，还是我自己对你有着浓厚的兴趣？到底哪个会是你想要听的答案呢？沈老师纵情山河，却为何把自己关在摄影棚里呢？粉丝很需要我每天更新视频给他们看，所以我没办法去各种真实的场景，为他们讲解祖国各个角落的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这也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情。你觉得你很为粉丝着想，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对你的期盼是什么？他们希望那个有才华又有悲悯心的男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和他们分享真正的快乐。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想要签你，我可以给你很多个理由，但我最在意的是你的粉丝们，如果知道你签约了一家公司，有了专业的运营团队，你还能不能做最真实的自己？对了，忘了说最重要的，我不会给你1分钱的薪资。没有薪资吗？我会以无限期无利息的方式借钱给你开公司，你的一切经营花销都由野狼承担，而沈老师你会拥有公司100%的股权和决定权。可我不明白，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甚至可以自由选择在任一家网站平台来输出内容。苏董的合作诚意真的是我完全不敢想象的，甚至都有点不敢接受。我当然还是有条件的，条件还很苛刻。白秘书，你可算是回来了。你再不回来，我都要被人欺负死了。事情办得怎么样？新一店最大几家主题乐泉的收购事项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就差您签字了。办得漂亮。
今天再把沈清慈这个所谓的文化清流拿下，真是双喜临门。谈了这么久啊，看来你们对合作的细节很难达成共识嘛。苏总开出的条件确实是需要消化一下。他根本就没有运营 IP 的经验，你刚刚真的是多余浪费那么多时间和他聊。林总，我觉得咱们可以不用谈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就是嘛，我们新艺集团几乎控股了所有大平台，这你肯定是知道的。你想在哪个平台做内容，我都可以给你最顶格的支持。我想让你有多少流量，你就有多少流量。我说怎么那些平台的内容越来越难看，原来都是以你的审美为标准。你再怎么和我打嘴炮都没用，在这个时代，谁能掌握流量，谁就掌握了话语权。沈老师，合同我都带来了，只差你签字了。哦，沈老师还不好意思了。苏董，没什么事你就走呗，我要和沈老师签合同了，你在这儿，人家会尴尬的。你误会了，林董，我决定和苏董合作。什么？什么条件？您说。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支持，但我要求你不被任何资本裹挟，包括我。我要你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内容风格，永远为传播国家的传统文化而努力。你能做到吗？这个世界之上还有这样有责任感的大老板吗？这条件完全没道理拒绝啊。苏董，我能做到。你都不和我谈就拒绝我？我不喜欢和威胁我的人合作。你知不知道我一个电话就能全网封杀你？那我更不可能与你合作了。苏婉宁到底给你开什么条件？我给双倍。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你再考虑一下。恕不远送。这可是你们自找的。白秘书，我们走。垃圾制造者。沈老师换上便装，颜值也这么好。沈老师，小亮。苏董，您这么忙还来送我们？沈老师，只带小亮一个助理出门，忙得过来吗？我不直播不带货，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作人员。你现在有我这个金主理当靠山了，不用这么节省预算的。我只想轻装上阵，人多了看着闹心。穷家富路嘛。品言，给沈老师的礼物准备好了吗？这是苏董特意为您准备的私人飞机，方便您随时随地前往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哇，这架飞机造价少说也得几十个亿，给我们用的吗？小亮，别多嘴。苏董，您要求过我不受任何资本的裹挟，这不算裹挟吧？哎，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苏董还是别为难我。果然是个人间清醒。我早就和你说过，沈老师闻不得这铜锈味。私人飞机这种礼物，沈老师是万万不收的。啊，是我唐突了。靠，几十亿说话就花了，现在人家不要，这大家伙我还得找地方放。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沈老师呢？董事长，公司还有好多合同等您签字呢。知道啦，你就知道工作。你一皱眉头就没好事。董事长，您看。你一皱眉头就没好事。董事长，您看。林薇薇动作真快啊，不过她把沈老师封杀了，沈老师不就只能到咱们看转转常驻了吗？林薇薇就是在赌沈老师失去大平台的托举后，很快就会过气，变得没有任何价值。沈老师以前是日更，现在开始周游旅行，内容输出的频率一定会变慢了。再加上看转转现在用户量还比如那些巨头平台，我很担心他维持不了热度。沈老师的真正价值会随着他放慢工作节奏后迎来真正的爆发。那现在我们还能为沈老师做些什么？沈老师第一站旅行目的地是哪儿来着？汉皇岛。我们去找一个老朋友聊聊吧。苏董，什么风把您给吹到我这小破厂了？当然是有生意找你做。这回您让我印谁？我立刻让人改瓶身设计。汉皇八景是汉皇岛的那个汉皇八景吗？
这是一个文旅项目吗？文旅项目？对啊，我可以帮沈老师联络各地文旅部门，对他的旅行提供帮助。有政府背书的话，可就不是他林薇薇敢随便抹黑的了。没错，就是文旅项目。我要你把饮料的瓶身印上精致的汉皇八景图，激发大家对汉皇岛历史文化的兴趣。甚至还可以搞个收集奖励机制，集齐8景的消费者可以免费获赠1瓶强牛饮料。赵总，你也太小气了，就送1瓶饮料。我这小厂子实在送不了更贵的了。送10万张去汉皇岛的机票和5星度假酒店免费券。啊！这一套基酒就得值1万块钱，10万套那就是10亿呀！我真送不起。才10亿，给我送100万套，100亿的赠品我补贴给你。还好，才100亿。100亿赠品，如果我转手卖掉这些赠品，岂不发大了？我丑话说前面，你要是敢自己兑换赠品拿去转卖，以后我1分钱的生意都不会找你做了。被看穿了？不会，我不会误了苏董的大事的。这件事办完后，我会额外给你50亿的奖励，所以不要动歪心思，好好做事，我不会亏待你。我的目的是让更多消费者了解汉皇岛的文化，去亲身感受。明白。我想斗胆问一句，苏董未来是只做汉皇岛的文旅项目吗？当然会做遍全国。一个地方文旅项目挣50亿，苏董要做全国，岂不是发大了？不过苏董，实不相瞒，您这个大工程，我一家厂子可能忙不过来，但我非常愿意把同行都叫来一起做这个事情。不过我们这个行业有点不太团结，把他们都叫来见一面吧，我不信还有和钱过不去的。老赵，把咱们召集起来干什么？听说是野狼集团董事长找咱们。那个搞唱唱跳跳的女人，开什么玩笑？她有什么资格把咱们这些快消品行业的大佬叫到一起开会？就是，我们百事通每秒就卖出几百瓶饮料，她耽误了我1个上午，那可就是几千万。她一个养明星的小老板，也太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了。哼，才几千万大呼小叫干什么？我们可口爽日营业额几个亿。这笔账等下问问老赵该怎么算。反正你们谁爱等谁等，我可没这个闲工夫。老赵，我们可都是看你这个行业协会会长的身份来的，你居然让一个外行人做主位。他们野狼集团1年营收最高的时候也就几10个亿，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身价上百亿的大佬？是不是太不合规矩了？8成是老赵被这个女人给拿捏了。无聊，我先走了。我手里有1000亿大单，想跟着吃肉的坐下，不识信儿的就滚蛋。1000亿大单说的是冥币吗？吹牛皮！什么样的1000亿大单？之前我们强牛饮料和野狼集团合作的叶星蓝瓶身，你们都看到了吧？我听说你老赵不是去给野狼投资的吗？怎么突然帮着他给小白脸打上广告了？这生意你还看不明白吗？老赵包养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又包养一个明星小白脸，小白脸打出知名度，帮老赵的饮料提升销量。哦，这不就是业务闭环吗？这1000个亿，我们强牛自己挣了，你们都滚蛋吧！张嘴闭嘴1000亿，我们怎么相信你们？只是在瓶身做文旅广告，一个主题周期给50个亿，而且这50个亿只分2笔支付，签合同就给25亿，项目结束给尾款，就算是25亿也太多。这个确实是个比较有意思的合作项目。比较有意思，那就算了，不勉强。我只希望找到对这个项目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兴趣的合作伙伴。有兴趣，这个合同，我现在立刻马上就可以签。先和我签。我们公司体量比较大，效率更高。你们够了！怎么说也都是身价100亿的大佬，
看你们叽叽喳喳像什么样子！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可以了，可以了，冯老板，赶紧签合同吧。25亿，这还只是一个小项目的利润，我走到今天100亿身价都花了20年的时间。苏董，以后别的行业不敢说，饮品快销行业没人敢欺负你。那就有劳各位了。最近沈清慈在干什么？在汉皇岛拍素材。已经很多天没更新作品了吧？是的，自从他被全平台封杀后，就彻底销声匿迹了，恐怕是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了。苏婉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签下沈清慈，都是白忙活。奇怪，最近喝的饮料怎么瓶子上全都是汉皇岛的图片？现在这饮料瓶推广在网上还挺火，汉皇岛的搜索量也翻了好几番，点爆了汉皇岛的讨论度和旅游热度。找人把热度降下去。陈老师，片子已经剪得差不多了。可现在除了看转转，咱们还有账号可以用，其余平台已经不能发布新作品了，怎么办啊？那就在看转转上发，有什么问题吗？可是咱们在看转转上开的新号粉丝量有点太少了，是不是让苏董帮咱们宣传宣传，刷点粉丝，然后再发视频？刷粉丝，那就是违背了我对苏董的承诺。为什么？如果我接受了虚假的粉丝量，那就是接受了资本的裹挟。那沈老师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可以发布新内容了？是的，发吧。董事长，沈老师更新了，我们要不要给他助力一下？不要，帮着宣传汉皇岛已经是我们能帮他的界限了。至于他想怎么运营自己的账号，我完全信得过他，也信得过网友们的审美。沈老师是咱们看转转能够打开局面的一张至关重要的王牌，如果他能破圈，我们接下来对江晨烈导演的新片上映，以及吸引更多的优质创作者会有极大的帮助。快给我看看沈老师发了什么新内容啊！汉皇八景在岁月里缓缓舒展，小日映汉台，莲池漾清辉，嘉禾垂金穗，古刹伴钟声。踏过此间才懂，千年风雅都藏在山河温柔里。至于迷成这样吗？我都这么有钱了，居然还没去这么美的地方好好玩一玩。还有5天年假没请呢，要不把年假请了，去玩1个星期吧。把这些文件的分析报告尽快给我。那个老板，我想请年假。开什么玩笑？这是我的合法权利啊！上班时间严肃点，快把活干了。我不想工作了，我想去玩。当然可以，我会留下尽全力维持集团运营的。不行，你得陪我一起。我还得盯看转转拉新数据呢。不差你盯这一会儿，快告诉我哪个地方好吃又好玩。那肯定是重庆市了，新一店的美食之都。哎，品言，你能不能陪我吃个那个？我只想尝一口，剩下的都给你。喂，出来玩你能不能专心点？林薇薇控股的那几个大平台接连爆出了一些明星丑闻、社会公德丧失事件，想用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方式来压沈老师在这看转转平台发新视频的热度。
明星丑闻这样的事的确能占据一时的热榜，可网友不是傻子，他们最需要的还是对知识文化的崇拜。要相信沈老师产出内容的深度和厚度。麻烦让一让，把位置留给要买东西的客人，谢谢了。太有脾气了，更爱了！我必须要把他养成超级网红。这个男孩居然都有妈妈粉了。董事长，这边太乱了，咱们往前走走看看呗。吃东西着什么急嘛？明明是你贪嘴才飞来澄清的嘛，看到帅小伙又走不动道了。啊，之前都没怎么关注品言对我的好感度，我记得好像才20几，居然都涨到60了。看我见到别的帅哥又偷偷降了点儿，他还真是吃醋了。麻烦让一让。你碰到我了！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长这么大还没让人碰过呢，你说怎么办吧？你碰瓷的吧？就你那模样，小宋怎么可能碰你？喂，你们别乱说啊，这跟模样根本没关系啊！算了，不买了，你这乱哄哄的。哎，大哥，对不起。哎，你们行行好，我还要做生意赚钱呢，给我让出点位置来。我不管，你得给我个说法。我真是不小心，我已经向你道歉了，还要怎么样？我们私下里可以多些交流，多些沟通，我气能消。哎，你别恶心了好不好？赶紧离开这儿！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怎么了？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偶像，你凭什么挡着我？我真要看不见我回来，不放这样呀！我想静静。是你走，还是我叫帽子叔叔来？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瞎凑什么热闹啊？是市场管理局吗？我要举报有人在饭菜里下药，致使顾客成瘾。可以了，小哥哥，我们吃不了了。姐姐太瘦了，平时吃的太少了，来了重庆要补一补。我看你摊子下人挺多的，但生意好像一般。我如果想早点收摊下班，分分钟就能做到。那些女孩都抢着要买我的烧白呢。那为什么不卖给他们呢？他们一买就要买10份20份，明显吃不了啊，8成就给扔掉了。更何况我的生意不能只对他们做呀，我做的烧白很好吃的，我想让更多人尝一尝。烧白真的好好吃，没想到你年纪这么轻，能做出这么好的烧白。是我妈妈教我做的，她做的比我还要好吃10倍呢。那阿姨她……妈妈生病了，在住院，需要我赚钱给她治病。你好，有人举报你在所售食品里加入不明药物，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什么？我说他家烧白怎么那么香，原来是下药了。看着小伙子白白净净的，怎么心眼这么脏呢？谁说我下药了？我用的全都是新鲜食材和天然香料，凭什么调查我？您别激动，我们也是对咱们的食品安全做一个检测，没问题，您就可以继续营业了。今天是周末，生意最好的时候，我就指着这几天赚钱呢。你们把我摊子封了，我的损失谁来补偿？怎么还有这种短句烂俗梗？不分青红皂白就调查人啊！如果接到举报就要把人带走，有点太草率了吧？你是？姐姐，你不用管。对，我是他的姐姐，这个摊子也有我的份，我有疑问很正常吧？其实我们已经收到关于这个摊子的多起举报了，甚至还有吃坏肚子的。我们也是接到很多投诉之后才来了解情况的。这个不是野狼集团董事长苏婉清吗？
这家店主该不会是他要力捧的新人作秀呢吧？那这个烧白是怎么做的，可真说不好了。这些网红为了流量，多没底线的事儿都干得出来。董事长，咱们和这个小伙子也不熟，还是别趟这个浑水了。我不觉得这是浑水，他要真是人品差，随便把菜卖给粉丝割韭菜就好了，何必非要卖给更多的客人？他一定是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才会这么做。可是，更何况他妈妈治病需要钱，他都没有做出昧良心的事，你觉得他会干出在菜里下药的事？我就是野狼集团的董事长苏婉欣。不过我要澄清一点是，我也是刚刚来到重庆小吃街，结识了这位有趣的会做菜的弟弟。他并不是我要签约的网红，不过以后会不会签，我说不好。欢迎您来到重庆，不过既然你也是客人，这件事儿就和你没关系了。不，我要替他做担保。如果检测到他的菜里有问题，我愿意承担连带责任。可如果没问题，我需要咱们市监局公布那些虚假投诉的人名单。这个不太合流程吧？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你们仅仅是因为很多口头投诉就要开展调查，那他受的委屈谁来安抚？这2天的损失谁来承担？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今天这位先生还是需要配合我们的调查。至于您说的公布投诉者名单，我们还要再商议。像吃坏肚子这种很难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可投诉说我们下药的这个人必须揪出来示众，是不是大家伙？造谣成本不能太低了。这个公平，如果真是造谣，他必须受到惩罚。我不能收摊儿，下周我还要给我妈交住院费，我就指着周末能多挣点钱呢。品言，把阿姨的病历发给我，我来联系全国最好的医院和医生，医药费不用你担心。这不行，咱们刚认识没多久，我不能欠你这么大的人情。人活着就是会有麻烦别人欠人情的时候，别总是自己一个人熬。只要你还活着，人情早晚不还得还的吗？这句1988的台词，我说着都觉得感动。没有比阿姨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事了。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怎么刚刚医生说要给我转到重庆第一医院去住啊？那家医院太贵了，咱们怎么花得起这个钱啊？妈，你别担心，是有朋友帮忙联系的最好的大夫，你就安心治病就行了，钱的事儿不用操心。你可别为了妈妈干出什么傻事儿来啊！不会的。你好，阿姨，我就是送药的朋友，您什么都不用担心哈。你好，没想到我儿子还有这么漂亮优秀的朋友。阿姨，您真会说话。他该不会是你的女朋友吧？妈，你别瞎说，人家是咱家的贵人，以后我得好好感谢人家呢。阿姨，等您病好了，我要尝尝您做的烧白，据说比送药做的还要好吃10倍呢。行，包在阿姨身上。经检测，宋先生所使用的一切食材调料都符合质量标准，没有任何异常。所以是谁投诉举报的呢？为了保护投诉者的隐私，我们还是决定不予告知。保护诬陷别人的人隐私，让无辜的人在这里白白浪费了一晚上。我们会批评教育投诉者的。我只知道，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其实，我们知道苏董事长的实力。你的意思是，我有钱我就会仗势欺人吗？可我明明是在帮受了欺负的弱者撑腰啊！而且，诬陷已经涉嫌犯法了吧？把名字告诉我们来处理，或者报警，哪种对他伤害更大呢？我们打烊了，不卖了。什么东西？为什么给我看这个？你心里很清楚，我们为什么给你看这个？我不清楚。我只给你3句撒谎的机会，你已经用掉1句了。我们收摊了，要回家了，请让让。
真的没有想对这个男孩说的话吗？有什么好说的？你们没事吧？2句了。我没有撒谎啊。3句。宋耀，要怎么处理他，完全听你的意思。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干嘛跑过来质问我们家老李？你为什么要举报我往菜里下药？明明我还送过你们我做的菜。你举报人家了？他摊子前面人那么多，挡着咱家的财运了吗？哎呀，快跟人家说句对不起啦！对不起啦！既然你承认了举报的事，光对不起可不行。你赔我今天的误工费吧。按上周算，我今天应该能赚1000块钱。开什么玩笑！我都没卖到1000块呢，我没钱赔你。我让老李给你赔个不是，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赔1000块太夸张了吧？你知不知道这1000块对我有多重要？今天要不是遇到婉宁姐，下周我交不上我妈妈的治疗费，我可能就没妈了。那你报警好了，说的那么吓人，1000块对谁不重要了？爸爸妈妈，你们在干嘛？儿子，你先到里面写作业，爸爸妈妈处理点事情。学校要交下个月伙食费了，1000块钱。爸爸给你，你看到了，我把钱都给我儿子交伙食费了，你还要从小孩子手里抢钱吗？我看你怎么办。这本来是我们的晚饭的，算是给你赔礼了。这事儿就这么着了啊！妈妈，我饿，我要吃包子。老板，你这烧白咸了。我给您倒点水，众口难调，您多担待。我是差你杯水吗？咸的都没法吃，没法吃你都吃光了。得，今天算我请您了，您走吧。干嘛免费？要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好人，偶尔碰见垃圾的，就当咱施舍流浪狗了。喂，我要报案，有人恶意诬陷我。你还真报警啊？我真是没见过你这样小心眼的人。大家快过来看看啊！这2口子生意做不过别人，就恶意举报别人，还拒不认错。小兄弟，老哥知道错了，我赔你钱，你别报警了。做生意嘛，有人眼红你，使点小坏，这都太正常了，哪至于报警抓人呢？就是，这孩子还这么小，不给人活路吗？我又做错了什么吗？姐，我以为我是在帮大家惩戒坏人，可被骂的为什么是我？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什么事都没做错，而且做得很对。唉，我心里好难受，想不通。不要内耗了，你在担心什么？我感觉我在这条街混不下去了。那不如你跟着姐干。姐家是开饭店的。为了你，我可以开一家呀。你的手艺那么好，在夜市那不是屈才吗？品言，你安排一下。我刚刚已经联系了重庆市最好地段的闲置酒楼，随时可以盘下来。姐哥，谢谢你们一唱一和逗我开心，我感觉好多了。我们怎么是逗你？你可以质疑我不着调，但可不能质疑你品言哥哥办事能力啊。野狼集团你听过吗？知道，是新一点最厉害的娱乐公司。站在你面前的就是野狼集团董事长。董事长？啊，真的是苏董！只要你点头，分分钟就可以当酒楼老板。姐哥，真的很高兴认识你们，也很开心你们能认可我的手艺。但我距离开酒楼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会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去慢慢实现这个梦想的。这样吧，你要是信得过姐，就和我们野狼签约，能有个基础生活保障。之后我可以尊重你的工作节奏，逐步帮你实现梦想。你觉得怎么样？我真是遇到贵人了，姐。那还说啥了？我会努力的。
这几天苏婉晴怎么这么消停？他现在到处在玩呢，好像没怎么管工作上的事。躺平了。也是，我背后可是黑藤资本，有着万亿资源，他还想跟我斗？我已经在有条无紊地收购各种有价值的国风 IP 了，餐饮上也在布局西式快餐，来改变新一业人的饮食习惯。总之是在全方位地渗透新一业人的文化认知。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不能掉以轻心。一刀账1亿，一刀账3亿，一刀账12亿。不要急，不要急，等我挖掘的这些优质个人 IP 全都成长起来，看转转用户就会猛增，我就会积攒更多的战斗资金，到时候才是和黑藤资本和林薇薇决战的时刻。这个林薇薇疯狂买断各种 IP， 又要收购那么重资产的主题乐园，真是要把国家的文化根基给掏空了呀！苏董，我订好了明天回去的机票，咱们给员工购置的福利住房项目，后天剪彩，可以正式开始交房了。唉，我还想再玩2天吗？这么快，假期余额就不足了。要不要我让剪彩日期再推迟几天？不了，大伙儿都盼着住新家呢，早点交房，早点踏实。有人要出价3500亿收购我。什么？戴总，你不会是被骗了吧？除了我们兴义集团有这样庞大的现金实力，谁拿得出这么多钱？这3500亿怕是有债务融资吧？不是，也是纯现金收购，恐怕咱们草拟的合同要先搁置一下了。呀，戴总怎么也来了？你们环迪乐园是真好玩啊！3200亿虽然我肉疼，但是真值啊！对了，收购合同拟好了没有啊？赶快拿给白秘书走流程。林董，事情是这样，戴总就是来送合同的，我这就走流程。那就好，不行我还要再飞一圈。白秘书，林董，那你自己去解释吧，我不可能白白损失300亿。你告诉我对方是谁？野狼集团，苏董，他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资金，我早就把野狼集团的营收摸透了。人家苏董花了几百亿给员工买福利房呢，明天就要开分房仪式了，你怎么知道人家没钱？他不就是有国家项目分红吗？我都查清楚了，一年分红大概就是2000亿。他盖楼、烧钱砸看转转网站，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巨额开销，他根本就不可能有3500亿。我都查清楚了，一年分红大概就是2000亿。他盖楼、烧钱砸看转转网站，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巨额开销，他根本就不可能有3500亿。可人家收购意向都发来了，写得很清楚，是3500亿现金收购，而且独家收购啊！你相信我，他肯定拿不出，他就是在拖时间。要么你们兴义集团拿出更高的价格，要么我就卖给野狼集团。白秘书，我必须坚信自己的判断，苏婉宁绝对不可能拿得出3500亿。等会儿，刚刚戴总说分房仪式。喂，庆祝收购环迪成功，给我搞点热闹的烟火出来，助助兴吧。没想到真的等来分房子这一天了，之前还以为董事长说大话呢。是啊，一刀账10亿元，一刀账8亿元。今天分完房子，估计就能突破3500亿余额了，就可以把环迪乐园拿下了。我就4句话给大家：新房落成，喜气洋洋；乔迁之日，恭贺吉祥。幸福路38号发生火灾，请火速派人救火。苏董，幸好当时楼里没有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大楼主体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至少300多亿。只是大楼主体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至少300多亿。
修复大楼需要多久？还要修复吗？走水的楼没人住的。那就抓紧时间再买一栋楼吧，最好是能快速交房的那种。余额2600亿。对了，刚刚戴总来电话，说明天是签合同的最后期限，否则就卖给兴义集团了。怎么，烧了个楼，他就担心我拿不出钱了？肯定是林薇薇那边趁机造谣咱们资金短缺，怂恿戴总尽快和他们签约。需要我多长时间拿出3500亿？签完合同后，最晚也得1周左右，需要给戴总那边一字做担保。1个礼拜搞1000亿，这事就稳了。我手下员工上千人，看转转还有几百万用户，1000亿那还不是分分钟搞定？不过还能给大家发点什么福利呢？有种不好的预感。这国产车现在做的真不错，我很满意。全要了。这得有1000台，全要了，得有2个多亿呢。2个多亿，我怎么听着都不叫钱了呢？品言，打定金，回头给公司每人发1辆。好的，董事长。对了，新地院最值钱的理财产品也是黄金吗？是黄金。走。把你们店里最好的黄金都给我装起来，我们全买了。来大活了，吓我一跳。本来大家这时候是要搬新家的，可出现了一些小意外，所以我特意给大家每人购置了1辆新车，还准备了一些黄金现金作为大家的精神损失费。不过请大家放心，我已经安排郭总去找新的楼盘了，相信很快大家就可以搬进新家。废话不多说，发车发钱发金子。这要是不能换来人均100的好感度，真没天理了。宿主，可他们好感度几乎没怎么涨，甚至有些人的好感度还降低了些。什么？这怎么回事？董事长，有人想见你。执政官突然召见，知不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事啊？只知道是关乎新一店整体利益的大事，层级很高，连执政官的贴身秘书都没透露太多，只说要我们务必准时到场。苏董，今日请你前来，并非为了商业合作，而是关乎新一店文化根基的生死存亡之事。黑藤资本的娱乐文化渗透已经到了临界点，我可以明确告诉你2个核心隐患。其一就是环迪乐园的收购重组问题。我听说你在牵头与兴义集团竞购，现在进展如何？我已经提高了报价，正在走合同程序，但还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接招。环迪乐园是每一个新一店孩子的乐园，也是建构他们对本土文化认知概念的摇篮。所以这个项目是重中之重，绝不能落入黑藤资本之手。明白，我会全力以赴拿下环迪乐园。其二，兴义集团借助资本力量，在全网大肆炒作西式节日，铺天盖地的营销挤压了本土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现在很多年轻人连本土传统节日的由来都不知道，文化认知越来越淡薄。你知道端午节是纪念谁吗？啊，刺客李白。守护本土文化是每个新一店人的责任，我义不容辞。但我有一个想法，你尽管说。今天召集大家是要公布一项重要计划——文化守护作战计划。想必大家也有所耳闻，黑藤资本正通过星域集团对我们发起文化侵略，我们必须主动反击，守护好新一店的本土文化。接下来我会明确每个人的分工，大家各司其职，全力配合。沈老师，你深耕本土文化研究多年，我希望你负责打造传统节日溯源系列视频，深入挖掘每个本土传统节日的历史典故、民俗礼仪和文化内涵，制作成通俗易懂的短视频，再看转转平台独家更新，
让更多人了解传统节日的魅力。没问题，苏董，我这就开始梳理资料，保证拿出高质量的内容。宋耀，你擅长美食制作和视频拍摄，接下来你负责推出节日美食图谱系列内容，把不同传统节日的特色美食的制作过程详细拍成短视频，从食材挑选到烹饪技巧一一讲解。同时在平台发起在家做传统美食挑战赛，吸引更多用户参与互动。放心吧，苏董，美食可是我的强项，我一定把这个系列做好，让大家更了解传统美食背后的文化内涵。星兰，你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安心康复。等身体恢复后，我希望你筹备一场本土文化主题大秀，用舞蹈和舞台表演的形式，演绎新一店的传统故事，传递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核。谢谢苏董关心，我会尽快恢复身体，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把这场演唱会办得精彩绝伦。江导，你的电影《未来启示录》，我非常有信心能一炮而红。我希望你在影片中加映一段本土文化彩蛋，植入本土传统符号，同时筹备一部新的贺岁短片《山河有礼》，用镜头展现新一店的传统建筑、非遗技艺等传统美学元素。这个方向很有意义，我接了，会尽快拿出拍摄方案。苏董，新亿集团对环地的收购价提高到了3600亿，本来就有上千亿的缺口，之前发钱发车也没提升员工的好感度，我到底该怎么办？这是员工工会的刘主席，看他表情好像来者不善呢。董事长，我们无法忍受你欺骗我们。这个老刘一直喜欢为员工福利的事出头，他不会是觉得烧掉的那幢楼是董事长演的一出戏吧？目的就是不给他们发房子了，改发车发金条了事了。老刘，你要是因为房子的事来的，咱们私下说。现在我们在商量更重要的工作，你先回去吧。我还就是因为房子的事来的。董事长，你到底还拿不拿我们当自己人了？老刘，我都跟你说了，我们在忙着，这事回头再说。董事长，你要是有重要的工作都不发给我们干，那就索性把我们都开除好了。野狼集团虽然在前几年走了下坡路，但毕竟也是行业巨头，我们这些员工也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人中龙凤，个个身怀绝技。可你现在啥活都不让我们干，就是一味发钱，白养着我们，你拿我们当什么了？不是，天天领高福利还能摸鱼，不好吗？高福利是好啊，可这人不能老闲着呀。好多员工还说呢，您发给我们的钱都不是正道来的，拿我们洗钱呢，有人花都不敢花。难怪之前我发车发金子，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原来是没沟通好，让大家心里犯嘀咕了。哎呀，没想到闲还能闲出毛病来，你们放心花，董事长的钱干干净净。我都听说了，兴义集团背后有境外黑藤资本撑腰，要对咱们新一店搞文化侵略，这种千载难逢的战斗，你得让我们参与啊！肯定是让你们参与啊！前段时间让你们闲着，就是要养精蓄锐，我得把弹药搞足，你们才有用武之地呀！话已至此，就请董事长下任务吧，赶紧的，回头真闲出懒病来了，一个个都废了。接下来野狼集团会签约一大批优质的本土文化创作者，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满世界寻找这样的创作者，并且将他们招揽到看转转平台入驻。这可是一个庞大的人才缺口，你们接下来可没有悠闲日子过了。我这就和大家伙说，让他们打起精神，开战了！已到账60亿，余额2060亿。看来钱不再是问题了。林薇薇，给我颤抖吧！苏婉宁怎么又提高了100亿的报价？你不是说分析过他的业务营收，不可能自己拿出这么多钱吗？不合理，完全不合常理。难道真是政府给了他额外的资金支持？查一下，如果能找到政府介入民间商业竞争的证据，我们就可以告到国际法庭上，让新一店的国家商誉降级。那时候，新一店就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我这就着手去查。那这份报价我们还加吗？当然加。环迪乐园是整个文化渗透计划至关重要的一环，无论如何也要拿下。我这就告诉戴总。对方跟了。加。对方跟了。给我加。又跟了。如果我竞价成功却拿不出钱，那对野狼集团的商誉有毁灭性打击的。我就是再有钱也难逃破产的厄运。可是工作都分配下去了，怎么大家还不涨对我的好感度呢？董事长，咱们还跟吗？已到账20亿，
一刀账34亿，一刀账80亿，余额5236亿。大家真的燃起来了，5000多亿了，还在往上涨。品言，给我一直往上加。4200亿，4300亿，4400亿，4500亿，4600亿，发了，真是开了眼了！估值3200亿的项目，竟然被竞价到快5000亿了。林董，4600亿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再往上加，我们其他所有的业务都会面临资金链断裂。就算我拿不下，也要把价格抬到5000亿给他。就算他身后真的有政府资金帮忙，5000亿也是笔不小的损失了。我们可以留着钱在其他方面发力。4700亿，4800亿。他们犹豫了。4900亿。他们犹豫了，估计会是最后一次报价了。前面价格跟得那么紧，不会轻易放弃的。他只要报5000就给他们。戴总，我们不跟了。恭喜兴义集团，4900亿成交。他不跟了，不是他怎么能不跟了呢？环迪乐园收购尘埃落定了。谁拿下了？兴义集团，4900亿。我有一个想法，你尽管说。环迪乐园确实非常非常重要，可如果收购价高到一定程度，环迪乐园的战略重要性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你的意思是，会佯装和兴义集团血拼环迪乐园，最后在对方会承受极大压力的价格上，将环迪乐园让给他们？是的，只要兴义集团的资金链承受巨大压力，我就可以在其他业务上对其实施围剿。最终环迪乐园还是会回到我们手里的。不过对方的底牌确实不太好推测准确。这个好办，交给我吧。你有办法？你们竞价的时候，我直接监听他的电话不就好了？这么朴实无华的方法吗？都到了文化危亡的时刻了，表面上政府不能干预市场，背地里要是还不做点什么，那不是傻吗？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保护自己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那我心里就有底了。4900亿，比预期多出了1700亿，这事你是怎么办的？我以为对方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环迪，想要消耗他们的资金，没想到我的底牌被摸透了。买下环迪乐园毕竟是件好事，不过薇薇啊，我们一时可没有更多的资金给到你了，你已经严重超出了我们的预算了。可是这笔收购的钱花出去后，我就没有资金去经营其他的项目了，我还是需要各位老板的鼎力支持啊！你已经花了1万亿了，这次我们能集结到的全部力量就是1万亿，不成功你就只能成人了。白秘书，给我立刻安排全面打压看转转平台，散布看转转平台内容低俗、违背主流价值观的谣言，让旗下所有网红同步发声，抹黑沈清慈他们是在蹭文化热度，没有真才实学。明白，林总，我这就去安排，保证让看转转陷入困境。苏婉宁，虽然我梭哈了全部资金，但毕竟我是拿到了完整的娱乐版图，你想冒头也没那么容易。郭总，不好了，我们平台的访问量突然骤降30%，后台数据显示，多个地区的网络运营商都在对我们进行限流，而且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我们平台的负面谣言。立刻把详细数据整理出来，我现在就去汇报苏董。苏董，林薇薇动用资源打压我们，看转转访问量骤降，还被散布了负面谣言，再加上星域集团成功收购环迪乐园的事在网上炸开了锅，现在民众对国内资本失望的情绪已经达到顶点了，现在舆论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别慌，你立刻通知技术团队，把后台的真实数据全部公开，证明我们被恶意限流的事实。同时联系沈清慈，让他提前发布春节溯源系列的第1期视频，用优质内容打破谣言。兴义集团这是要疯啊！这么下三滥的手段，
支持民族企业，抵御外敌，民族企业，抵御寻根岁首，敬天祈年。烟火漫过千年巷陌，一盏灯，一家人，便点亮了岁岁年年的暖。林董，不好了！沈清次发布的关于春节溯源的内容，发布仅3个小时，播放量就破5000万了。我不是让你去限流了吗？确实做了限流，可是因为咱们的视频平台创作激励政策，因为资金短缺无法正常兑现，导致大量创作者都跑到看转转上入驻了，大量用户也都跟着这些创作者转移到了看转转去了，根本就限不住啊！废物，一群废物！对了，还有院线联盟，趁现在春节档，火速把喜来屋的进口大片给排上，绝不能让江晨烈的《未来启示录》在看转转上有任何爆火的势头。苏董不愿意见我，我们董事长说了，之前把周盟主骂了个狗血淋头，他实在是不好意思面对您。嗨，不打不相识嘛，我真是有要紧事想找苏董商量。让周盟主进来吧。周盟主，别介意啊，我是没脸见你，所以敷个面膜你不介意吧？不介意，不介意。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这不是听说江晨烈导演的《未来启示录》要在看转转上上线了吗？我想问问苏董，有没有意向在我们院线同步上映啊？天大的笑话！我们《未来启示录》不过就是个只能在网站上播放的网络电影，怎么有资格在院线这么神圣的地方上映呢？而且我听说今年春节档院线不是都安排的喜来屋大片吗？拿给咱们国产影片机会了。嗨，我这不也是一时糊涂吗？以为喜来屋的电影工业化程度更高，票房表现会更稳。可我发现他们的片子实在太套路了，一点创作的诚意都没有。周盟主，你就直说了吧，你突然改变了想法，要给未来启示录排片，到底是因为什么？本来敲定的那些喜来部大片是星艺集团负责在国内进行宣发的，可他们宣发做的跟垃圾一样，热度根本就没起来。可咱们未来启示录现在想看人数都爆了，这春节档我该放什么，我心里还能没数吗？周盟主，你这么做就有点不地道了吧？林薇薇林董对你不薄，现在因为一些片子做不起宣发了，你就要背刺他，让他知道了得多伤心。他崇洋媚外，他罪有应得。苏董，不瞒你说，这个春节档院线要是哑火了，估计就连电影院都得倒闭，无数人都得没饭吃啊！院线倒闭，纯粹是自作自受。你们逼着片方偷票房，花钱买排片，导致一些质量上乘但预算有限的好电影根本就没机会和观众见面。让未来启示录登陆院线不是不可以，但我有条件。您说，把喜来屋的电影全都撤档，全给我换成国产片。大过年的，你放一堆外国人的电影算怎么回事？没问题，没问题。还有，要根据影片质量公平合理进行排片，定价也要合理。大制作票可以卖的适当贵一点，小成本的票价要有小成本的样子。这个院线也是要回收成本的吧？所有被选中上春节档的电影，每部电影我给你补10亿票房。哎呦，我真是替所有国产电影工作者谢谢您了，有您给兜底，大家真是过个好年了。快去准备吧。周强，你他妈敢背刺我！当初我让你赚了多少钱？你给我出来！林董，算了吧，咱们确实没钱给那些喜来部的片子造势。周盟主要真是硬拍咱们的片子，整个院线就全都死了。他不会这么做的。连你也要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吗？眼下星艺集团资金严重短缺，野狼集团趁这个机会已经实现了看转转拉新用户的目标，大量优质创作者的入驻以及重新夺回院线阵地。你是在给苏婉宁歌功颂德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我们已经没办法靠财力来压制苏婉宁了。那就用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吧。你去把它做掉，之后我把你送出国，给你后半辈子花不完的钱。放心吧，林董，保证完成任务。苏董，你别误会，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别叫。我是来给你送林薇薇的罪证的，你保证不叫我就放手了啊。你去把它做掉，之后我把你送出国。林薇薇指使我杀了你，这是证据，
你不是他身边最亲信的人吗？就这么背叛他了？他4900亿买下环迪乐园，他就彻底没钱了，干啥不行，连黑藤资本的大佬们都不给他支持了，我还能给他干杀人放火的活是？这么说，你来找我就是想要钱呗？人肯定是要往高处走，你苏董更有本事，跟着你混肯定有前途。我也算是弃暗投明了，希望苏董不嫌弃。苏董肯定嫌弃。你这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谁帮你洗得干净啊？把这些烟花全都换成火药，报酬少不了你们的。苏董，你大人大量，看在我今天检举林薇薇的份上，放我一马吧。你哪怕帮林薇薇把坏事做到底，我都敬你是个讲义气的汉子。就你这种人渣，放你一马才是罪大恶极。林薇薇，你涉嫌教唆杀人，跟我们走一趟吧。今夜看转转创作者大会，真是群星闪耀。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最重磅的人物——野狼集团董事长苏婉宁闪亮登场。今天不谈生意，只谈家人。感谢每一位野狼，守住了我们的文化，也守住了彼此。由于新义集团董事长林薇薇被捕，环迪乐园收购事项被叫停，已由政府牵头，以公益形式托管。我们最大的文化地标保住了。没有您的信任，就没有今天的我。这枚野狼之心，献给我们的女王。宿主完成使命，并拥有无法湮灭的永恒财富，系统即刻退出。真希望这场梦永远都不要醒来。狼妖漫回成汉韵，星灯漫染童年序。一园藏尽山河意，半步跨入旧时光。别着急，大家都有份儿啊！这可是家传的手艺，也是老祖宗留下的味道。未来启示录票房破500亿，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数字！感谢苏董给我拍真东西的底气。还有一个好消息，集团营收破10000亿，员工福利基金翻倍，还有各地文旅合作邀约不断呢。咱们野狼真正成为了新一店的独角兽。比起钱，我更想看到星兰的舞台有人懂，沈老师的文化有人传，宋耀的美食有人爱，大家的真心有人珍惜。我们永远是您的野狼，为您征战，也为自己发光。不，我们是彼此的光。